所以，我真的要喝着用600°C烧红的铁浇融而成的药酒吗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相信传说具有灵视的莱茵女先知吗？快点喝！胃病，左基乐区的贲门到幽门这一大袋子出了问题的疾病。当然，我们学习了解剖学或者简单的中学生物，自然可知。不过，在古欧洲，体液学说的地位不可撼动，有实质式的强烈欲望解剖尸体的心被教宗狠狠压抑，被迫转向于医学学说的文本探讨。比如说，中世纪盛期的莱茵地区出了一位天生自带灵视的奇女子希尔德加。当腓特烈一世和以教皇国为首的伦巴第联盟每激情开篇的时候，希尔德加在莱茵狠狠痛骂腓特烈之余，也不忘写下《病因与疗法》这本书。在这本书中，胃被描述为天生湿冷之气，在体液学说里算是粘液失衡。不过女院长跟庸医不一样，她不会急忙给别人放血，她会劝别人喝葡萄酒，用艾叶、高粱姜这些听起来比较靠谱的草药所制成的汤剂，以及烧红600度的铁块，一同放入平底锅上煎煮，喝下。操！维多利亚时代，尽管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吉利确实因为鸦片贸易，硬生生把我们国家拖入了近代史，只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用的更凶。管你胃痛、绞痛、钝痛还是什么痛，先生，不如尝尝只需13.5块便士的鸦片锭吧。什么？你说这样不行？原发病灶会被掩盖，没有效果？拜托啊，大作家狄更斯都在磕，你为什么不磕呢？辛德勒是现代著名的胃镜学之父，在20世纪20年代，他在德国发明了胃镜。这个胃镜其实相比现在有些粗糙，就是前端一个电灯泡，内部用多个透镜直射到这个眼睛能看到的终端，这样医生就可以通过终端来看到胃部长啥样，肯定是比不上现在的高清摄像头可360度旋转的胃镜的。不过也能看出个大概，比如这4张早期胃镜图谱，分别对应着胃溃疡、出血性溃疡、胃静脉曲张和大的非常离谱、侵犯至胰腺的溃疡。不过的是，辛德勒是犹太人。20世纪30年代，咱们也知道新上台的长着小胡子的叔叔跟犹太群体有些不太融洽。还有的是他逃出来了。现在是21世纪，屏幕前的各位，我相信有不少是不吃早饭无辣不欢通宵达旦酒桌常客的观众，那种来自左基乐区的隐隐作痛，亦或是挣扎，亦或是锤子般的钝器，在贲门至幽门的带子一遍遍砸下的难受，也不知能否让各位忘怀。当然，现代医学会在各个方面给你托底，抑酸药、胃黏膜保护药、胃动力药一应俱全，还有幽门螺杆菌假设疯狂增殖，导致你胃镜都能看到的大洞，从而被迫吃下了抗生素。不过前提是确定是胃部，其他地方如胆囊炎、胰腺炎甚至心梗，这些都能出现类似胃炎的症状，需要鉴别诊断。所以对付胃病的方法，从依赖神到依赖鸦片，再到依赖技术，本质上是一段漫漫长路。现代医学卸下了那些古老沉重的代价，但把一份更日常的清单放在了你我面前，心情畅通，定时用餐，少食血辣，不饮酒。喂，外卖到了，好，放办公室门口。唉，又是夜班，饿了，吃点好的。OK， 我是百人问津，这是一期连续性节目的第2期。如果你觉得看着有点意思的话，感谢你的观看。